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莫娜。随词弹道啊，新锐测评视频来了。因为它用的是合金成品骨架嘛，所以说骨架部分就不给大家展示了，直接先来说组合度啊。它的组合度的话是需要大力金刚指的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所以说，如果是经常拼答辩的人，那么完全是可以上手的；如果不是经常拼答辩的，是拼的细康、万代那种，那么建议直接上玻璃钳，也就是机械小欧，不然的话可能会冒三红哦。当然，听到这里也不要害怕啊，虽然说的有点夸张了，它的组合度也就是紧的范畴，并没有到需要咬牙切齿的那种感觉。你只要上玻璃钳是可以完美的安装完的。那么这款新坠的话，整体颜色为黑色以及深紫色，再加上金色的点缀，所以说整体的观感是偏暗黑风，也就是类似于黑妹的那种样子。在它的胸口以及它的腿部都是有圆形的透明件作为点缀的，让我想起了某位故人啊。同时，在它的背后这边也是有类似于一个能量炉的一个装置。那么整体高度的话，这边用尺子可以量一下，大约高度在21.5左右。这边也可以拿出牛以及强袭来进行一个对比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大致的身高。因为得益于它有合金骨架，所以说它这个整体重量以及手感都是十分不错的。这边也可以看一下牛没有合金骨架的样子，重量还是相差蛮大的。当然，跟大比例的重量还是会相差一点的。完成后的一体性还是十分不错的，摇动的话是不会有掉件的。同时，得益于它不错的重量，所以说它的接地性就是摆放的话，调整一下脚尖位置都是可以站立的。而在它胸口这边这个位置也是有亮灯机构的，我们将后面这个零件将其抠开，然后这边有个卡槽啊，建议是直接拿背包这边对准它，然后转动一下把这个卡槽取下来，然后这边用一个吸铁石附带的吸铁石直接碰一下就会亮灯了，整个亮灯效果还是可以的。但它这边啊，其实应该是有一个导光柱，然后把灯光导到这个眼睛上的。你看这个导光柱，但实际上效果不是很明显。在可动方面，首先咱们先来看这个头部，先看它的抬头幅度大概是这样子，低头幅度会偏小一点，因为它两边这个金色零件，所以说它的转头幅度不算很大，侧摆的话幅度也小一点。而手臂这边它的肩胛比较小，所以说它的干涉也不会很大。整个手臂360度旋转是没有问题的，而它胸甲这一部分是有一个向上的角度，所以说它的手臂平抬幅度是很大的，可以远远的超过90度。手臂平转360度完全没有问题，因为是铁骨的原因可能会比较紧。手臂虚手分为两段式，幅度也是很大的。而手型这边是一个球关，所以说简单的转动还是可以的。同样，手臂肩膀这边的外拉机构也没有少，拉出之后就可以增加一定的前倾以及咱们的后倾的范围了。弯腰部分，向前的弯腰幅度大概这样20度左右，向后的弯腰比较大，大约有70度左右。而侧腰分为中段一部分，下面一段一部分，所以说它的侧腰也是分为两段，幅度大概是这样子。整个腰部360度旋转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裙甲部分，前面的裙甲可以自由的活动，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避让。而侧裙甲的话是一个卡扣，所以说只有上下的活动。当然，侧裙甲这边这个盖板可以往下抠，露出一个孔洞，可以安装武器。而后裙甲这边是两个喷口，可以上下的活动。同时，两边这个机械臂也可以自由的活动，这个机械臂会比较松啊。而腿部这边是有一个下拉机构的，在腿部下拉之后，前踢可以达到标准的90度，后踢也差不多接近90，侧踢大约在80度左右。大腿根部也支持360度的旋转，腿部的弯曲幅度大概是这样子，略微有些可惜，如果再加些联动就更好了。而腿部前方这个黑色铠甲可以打开，中间是有一个导弹的，这个导弹是可以将其取出的。导弹的样子大概是这样子，脚部这边头上这一点是可以向上的，整个脚尖也可以向下向上，而且它这边脚也是有一个避让的功能，首先向上有这样的幅度，然后向下的话，后面这个装甲也会进行一个避让，然后形成一个很可观的幅度。脚部的侧摆幅度也十分不错，有接近90度，接地性还是很强的。同时左右旋转也有一定的幅度。手型方面，这次有普通的开掌手跟握拳手，以及两个不一样的握剑手型，还有一个握大剑的手型、握枪的手型，以及一个比枪的手型，一共7个。武器方面，首先手臂这边可以拉出一个剑柄，这个剑柄呢可以用来搭配特效剑，将其安上去就变成一把长刀了，具有荧光效果。这个剑柄一共有4个，接着还有把斩击剑，斩击剑底下是透明剑，也有荧光效果。同时它也可以变成枪。首先我们先将这个透明剑将其拆下，拆下之后，我们再将前面这个刀尖部分将其翻折，翻折过来之后，前面这边看到有一个握把，将其提出来，这样就变成一把步枪了。而这次是有附带2把斩击剑，
同时我们将这个斩击剑后面拉出，就可以跟另一把斩击剑合二为一，变成一把大剑。将卡扣全部对准，扣好之后，就可以变成一把完美的大剑了。同样，透明剑也是具有荧光效果的。大剑的尺寸还是比较大的，搭配上星坠主体的话，可以摆出一些不错的姿势，甚至于让我想起了红一端改的那把大剑了。接着还有一把离子炮，整体的话也是深紫色加上黑色，这边有弹仓的设计。这把枪是有一个小玩法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枪头这边是有一个拨杆，可以将其用力的推出，然后再拉开，将附带的特效键装进去之后，就可以模拟电子炮发射的样子了。同时也是有荧光效果的。而离子炮用磁铁触碰一下也会亮灯，会逐一亮起，效果还是很惊艳的。而第二次长时间触碰的话，就会变成一个呼吸灯的效果，上面2个灯珠是会亮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而如果在常亮状态下轻触的话，可以看到它会随着发射，然后减少这个弹仓里面的这个子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。每次轻触，枪头这边的灯就会亮一次，随着发射之后，弹匣这边的这个灯就会少一个。通过灯组的方式来还原这个离子炮发射子弹减少的样子，这点值得好评。那是因为这个塑料壳太厚了，所以说接触有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良。而打开离子炮底下这个盖板，打开之后里面有一个支架，我们将其这样子用力的抠，然后将它翻出来，翻出来之后打开，这样就可以将这个离子炮平稳的放在这个平面上面了，效果还是可以的。而离子炮两边这边也有一个握杆，可以将其翻折出来，两边都有。这个是可以配合持枪手型进行握持的。背包下面是有2个推进器的喷口，两边的话是2个机械臂，机械臂上面连着一个类似推进器一样的火炮，机械臂可以自由的调整角度。火炮这边的话是一个圆形的装位，用来连接的，安装牢固之后是可以自由旋转的，然后根据机械臂调整角度都是可以的。两侧的推进器取下，后面这边可以自由的活动，进行一个张开，后面有一个能源炉的样子，前面这边有一个小联动。将这个上端抬起的时候，炮口会伸出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安装背包之后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子了。得益于合金骨架的原因，所以说安装完背包之后也是可以自主稳稳的站立在上面的。接着就是本次的盾牌了。盾牌的话，后面也是有细节纹理的，前端跟后端都是可以展开的，同时两侧这个金色的也可以展开，变成一个浮游炮的样子。同时还附带了长的机械臂连接键，可以多项的转动，还有短的连接键，都可以用来连接这个盾牌。连接之后的样子大概就这样子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，可以安装在这个背包上，亦或是安装在裙甲上都是可以的。那么连接在身上之后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反正该说不说，我个人觉得它这个盾牌连接在一起，再加上这个紫色的这个透明剑的效果，该说不说，我一眼感觉像这个东西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像不像呢？而先前讲到的这个用来握持这个枪的这个握把可以拆下，露出孔洞，装上连接键，短的连接键可以安装在这个背包上，亦或者裙甲上，都是可以安装的，或者用机械臂连接也是可以的。包括这把大剑也是可以用连接键或者机械臂的。而在地台方面的话，这次地台跟星痕是一样的，底下可以旋转调节高度，上面的话可以旋转调节这个长度的，底下也可以收纳，这个盖板可以打开收纳一些不要的零件，比如手型之类的。而这次还附带了一个透明的这个支架，可以用来支撑这个步枪或者大剑，可以更好的稳固枪身或者剑身。那么最后咱们来到总结部分，这款星坠的话也是铁创家出的第3款原创模型了，前面几款的话有星痕跟星面，那么这款的话也是在前面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玩法及新的改进，优化了一些组合度，同时也加入了更好的发光的灯组机构。那我觉得这个设计，特别是它那把离子炮那个模拟子弹发射消失灯光的那个效果，确实是很不错。当然很多人对铁创家的唯一印象就是组合度偏紧，因为当时前面几款的组合度都是很费手的嘛。那么这款的话，如果说不费手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这边也是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，它确实是需要大力金刚指的，但是没有那么恐怖。我建议的话是直接上玻璃钳就可以了，直接上玻璃钳，直接夹住，把这个零件摁进去就可以了。说实话，拼装完之后，再加上它这个浮游炮安装在这个四周的时候，效果还是很不错的。那么水纹的话，也是铁创家尽可能的避免了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是深色板件嘛，水纹肯定是有的。
有条件可以直接上一层消光会好一点，或者自己直接改一个色也是不错的。如果是经常拼答辩或者魔动盒之类的，那么这款的话是完全不用在话下的。如果拼的是万代的机体比较多的话，那么建议如果要购买这款产品的话，直接上玻璃前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希望大家多多3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